大家注意看，把鸡蛋液倒入菠菜里，不炒不煮不油炸，出锅瞬间变成年夜饭招牌大硬菜，寓意蒸蒸日上，好吃又好看。首先，咱们从树上摘上一把新鲜的嫩菠菜。菠菜是冬季非常好的蔬菜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叶酸和矿物质，口感香嫩，我们全家都爱吃。咱们先用小剪刀把菠菜的根部剪掉，再把菠菜分成小朵，更方便咱们清洗。接着往盆中加入多一些清水，先让菠菜在清水中浸泡5分钟，这样上面的泥土更好清洗。泡好后，把菠菜的根部多清洗几遍，清洗掉上面的泥土和杂质，然后趁菠菜不注意的时候，把它切成均匀的小段。准备一口干净的锅，加入1大盆清水，水烧开以后，把菠菜加进来，加入1勺白颜色的食盐，再加入几滴食用油，用筷子轻轻地给它搅拌均匀，加入食用油，可以给菠菜护色，让菠菜保持翠绿的颜色。焯水的时间控制在30秒左右，菠菜变软后控水捞出，放入清水中，给菠菜过一下凉，这样可以保证菠菜脆嫩的口感。另准备一个小碗，加入2勺玉米淀粉或者土豆淀粉，加入40毫升清水，用勺子充分的搅匀。另准备一个漂亮的大碗，向碗中打入6颗聪明的母鸡蛋，加入1千粒白颜色的食盐，让鸡蛋入一下底味。倒入准备好的淀粉水，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充分的搅拌均匀。这里加入淀粉水，可以让鸡蛋液快速的凝固定型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漏勺，把打好的鸡蛋液给它过滤一下，过滤掉没有打散的蛋清，这样做出来的美食口感会更细腻。菠菜放凉以后，放入手中，用力挤干多余的水分，再把鸡蛋液倒入菠菜里面，这样营养更丰富，口感也更棒。用筷子轻轻地搅拌几下，让菠菜和鸡蛋液融合在一起。准备一个干净的模具，提前铺上油纸，把搅拌好的菠菜和鸡蛋液倒进来，用筷子稍微整理一下，上面盖上一层保鲜膜，防止水蒸气滴落。最后用小牙签在上面轻轻地戳上一些小孔。提前烧一点开水，把平底盘放进来，盖上锅盖，计时蒸18分钟。准备葱花、蒜泥，加入200粒味精、300粒鸡精、半勺炒菜料、600粒食盐、800粒白糖提鲜、2勺一品鲜生抽、2勺山西香醋、半勺香喷喷的辣椒油，最后加入少许小磨香油，把所有的调味料充分的搅匀，香气扑鼻的料汁就做好了。18分钟以后，我们的菠菜鸡蛋已经蒸好了，去掉保鲜膜，就可以闻到淡淡的菠菜香和鸡蛋香。先趁热从盘中倒扣出来，然后轻轻地撕掉底部的油脂，大家看一下，特别的嫩，特别的 Q 弹，扑面而来满满的鸡蛋香。咱们先从中间一分为2，看看侧面的花纹也很漂亮。吃的时候，我们把它切成薄薄的厚片，我是一边切着一边流口水。嫩嫩的鸡蛋搭配上菠菜，看着就很清香，趁热吃，入口即化，原汁原味，特别的好吃。然后摆在一个好看的盘子里，淋上美味的料汁，瞬间满屋飘香。我先替大家尝一口，入口即化，像豆腐一样，带着菠菜和鸡蛋的香味，特别的好吃，营养味美又开胃，大人小孩都爱吃。喜欢的你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感谢你的观看。我家3个孩子特别喜欢吃鱼丸，外边卖冷冻的又不太放心，其实自己在家做特别的简单，鱼丸个个洁白鲜嫩 Q 弹，干净健康无添加，孩子们吃着更放心。早上去菜场花12块钱买了1条4斤重的大脸鱼，处理好以后，先把鱼头去掉，留着做剁椒鱼头吃，然后贴着鱼骨，从鱼尾处把上面的鱼肉片下来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再片掉鱼肚中间的大刺，接着把鱼肉切成10厘米左右的小段，中间切一刀，贴着鱼肉，把鱼皮和红色的鱼肉切下来。这些鱼皮和红色的鱼肉会影响丸子的口感，按照这个方法，依次把所有的鱼肉全部处理完。
再把小刺切断，把鱼肉切成薄薄的片状。处理好的鱼肉大约是500克左右，加入1勺白颜色的食盐，用我发财的小手不停地揉捏鱼肉。这一步可以去掉鱼肉的血腥味，还可以让鱼片更加的白嫩。然后加入清水，多清洗几遍，然后用力挤干多余的水分，倒入绞肉机里，加入30克冰块，5两葱姜水，先低速搅打30秒，再高速搅打60秒，记得间隔打哦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打成这种细腻的肉泥就可以啦。500克鱼肉，我们加入15克食盐。很多朋友在做鱼丸的时候打不上劲，鱼丸飘不起来，那是因为你的盐放少了。因为鱼肉中的蛋白质遇到盐以后就会变得凝结，在搅拌的过程中会吸入一些空气，所以可以让它蓬松，变得有弹性。大家现在看一下，鱼肉已经变得很有弹性了，粘在手上不容易脱落就可以。接着加入1勺味精，继续搅打3分钟。现在鱼肉已经弹性十足了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无水无油的碗，放入3个蛋清，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不停地搅打，把它打得蓬松，一直打到蛋清形成这种洁白的泡沫。用筷子试一下，泡沫不消失就可以了。现在的蛋清是一种蓬松的状态，把它加入到鱼肉里，这样可以让做出来的鱼丸更加的洁白蓬松。咱们顺着一个方向，先给它搅拌均匀，一直搅拌到蛋清和鱼肉融合在一起即可。接下来咱们向里面加入25克生粉，25克猪油。我们在做鱼丸的时候加入猪油，可以让鱼丸更加的洁白，同时还可以给鱼丸增香。一直搅拌到鱼肉非常的细腻有弹性，像这样就可以。接着从虎口处挤出漂亮的鱼丸，放在清水中，鱼丸迅速的漂浮起来，说明我们的鱼丸就成功了。鱼丸全部下锅以后，开最小火慢慢的煮，慢慢的把鱼丸养熟。如果水开了，可以加上一点凉水，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做出来的丸子肉质更加的紧实，更加的 Q 弹。全程大约需要15分钟左右。现在我们的鱼丸已经全部煮好了，哇，好香啦！现在就可以出锅了。一道营养丰富、无添加的手工鱼丸就做好了，个个洁白细嫩 Q 弹，比买的还要香，口感爽滑劲道鲜香，鱼肉香味浓郁，满满的蛋白质。平常煮面条、烧汤的时候放一些，味道特别的鲜美，大人和孩子都特别的爱吃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感谢你的观看。天气寒冷，我们要多吃牛肉，牛肉营养丰富，是非常好的肉制品。今天花20块钱买了1斤的新鲜牛肉，给大家分享牛肉好吃又过瘾的做法。牛肉软烂入味，汤汁鲜美浓郁，老人小孩都很爱吃。首先，我们把买回来的牛肉切成大大的小块，因为牛肉在烹饪的时候特别容易缩水。像这种大块的牛肉吃起来更加的过瘾。咱们先往盆中加入1勺食用小苏打，再倒入适量清水，没过牛肉就可以。先轻轻的给它抓拌均匀，加入小苏打可以软化牛肉，让牛肉的口感更加的鲜香嫩滑，不柴不硬也不干。先给它浸泡30分钟左右。30分钟以后，盆中的牛肉已经泡出了很多血水，先把它轻轻的淘洗一遍，然后控干水分捞出，放在干净的盘子里备用。接下来准备20克生姜，切成姜片，半颗大葱斜着切成小段，加上5个大蒜，这样炖出来的牛肉特别的香。再准备2片香叶，20粒花椒，1小块白芷，4个干辣椒，加入少许清水，先把香料轻轻的淘洗一会，这样我们在炒制的时候不容易糊。想要做出来的牛肉更加的鲜美，我们一定要提前把牛肉焯一下水，加上葱段、姜片，少许料酒去腥。水烧开以后，打去上面的浮沫，这些浮沫都是牛肉腥味的主要来源。焯水的时间也不要太长，水烧开以后再煮上3分钟左右，然后加入60度左右的温水，把牛肉给它淘洗干净。这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不要用凉水，那样牛肉的口感会容易发柴、发干、发硬。洗好后控干水分捞出，
砂锅提前预热，加油，倒入牛肉，快速的翻炒均匀，炒干牛肉的水汽。水分炒干以后，牛肉的香味已经飘出来了。接着加入准备好的小料，继续翻炒一小会，炒出葱姜蒜和所有小料的香味。新鲜的牛肉不需要加太多的调味料，那样会盖住牛肉本身的肉香味。接着加入1勺老抽上色，1勺生抽提鲜，1勺豆瓣酱，继续翻炒均匀，炒出浓浓的酱香味和豆瓣酱的红油。等到牛肉全部上色以后，向锅中加入1碗开水，调味加入1勺食盐，半勺胡椒粉，2块冰糖，把所有的调味料搅拌均匀，然后盖上锅盖，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慢的炖1个小时左右。趁这会儿的时间，我们从树上摘下一个黄颜色的土豆，洗净后轻轻地刮去土豆皮，再把土豆切成薄薄的厚片，最后切成大大的土豆块。时间到了，满屋飘香，都是牛肉的香味。先把葱姜、香叶这些小料全部都给它挑拣出来，接着把准备好的土豆倒进来，加入半勺白颜色的食盐调味。土豆和牛肉是神仙绝配，好吃到连汤汁都喝光光。先搅拌一下，盖上锅盖，继续炖15分钟左右。15分钟以后，我们整栋楼都是牛肉的香味，真的是太诱人了。现在就可以出锅了。我家6个女儿最爱吃的炖土豆就做好了，光是看着孩子们已经馋得直流口水了。牛肉学会这样做，比大鱼大肉好吃100倍，真的是太香了。我先替大家尝一口，牛肉非常的软烂，入口鲜香四溢。经过小火焖煮，里面的土豆也非常的软糯，尤其是这个汤汁用来拌米饭、拌面条，蘸上一点馒头吃，都非常的下饭。这道炖土豆只要一端上桌，保证你家挑食的孩子都能多吃2碗饭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把猪肉和鸡蛋上锅蒸一蒸，瞬间变成全家人都爱吃的特色美食。口感劲道，肉香味浓，比午餐肉和火腿肠都要好吃，营养好吃无添加，过年待客绝对有面。现在猪肉特别的便宜，花8块钱买上1斤的猪腿肉，先剁成细腻的肉馅，然后准备30克生姜，切成细腻的姜末。加入姜末不仅可以给肉馅去腥，还可以增香解腻。准备50克山东大葱，切成漂亮的葱花，增加葱香味。全部切好后放入肉馅里。现在我们来调一下味，加入1勺白颜色的食盐，500粒味精提鲜，半勺胡椒粉，少许花椒粉，1勺生抽提鲜，打入1个聪明的母鸡蛋，然后顺着一个方向给肉馅搅拌上劲，让肉馅融合姜末、葱花和所有调味料的香味。加入鸡蛋可以让肉馅抱团，不容易松散，口感也会更加的劲道好吃。这里我们大约需要搅拌5分钟左右，一直搅拌到肉馅上劲，像这样就可以。接下来我们准备100克的红薯淀粉，加入80毫升清水，多搅拌一会儿，搅拌成细腻流动的淀粉水就可以。把搅拌好的红薯淀粉水倒入肉馅里，顺着一个方向再次给它搅拌均匀。加入红薯淀粉可以增加肉馅的 Q 弹度，吃起来口感更劲道，还可以使肉馅抱团。这里我们可以多搅拌一会，一直搅拌到肉馅非常的有阻力。我们用筷子挑起一些肉馅，肉馅紧紧粘住筷子，不容易脱落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另准备一个小碗，向碗中打入6颗聪明的母鸡蛋，加入40毫升玉米淀粉水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。这里我们要多搅拌一会，让鸡蛋液和淀粉水在一起融合。加入淀粉水，做出来的蛋皮又柔软又筋道，还不容易破。好了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平底锅预热，舀入1勺鸡蛋液，端起平底锅，轻轻的给它晃均匀。等到鸡蛋液凝固以后，蛋皮就已经烙熟了。用这个方法烙出来的鸡蛋皮颜色金黄，非常的有弹性。大家按照我这个比例，6个鸡蛋可以烙6张鸡蛋皮。接下来我们取1张放凉的鸡蛋皮，先在上面刷上一层薄薄的淀粉水，接着放入调好的肉馅。这个肉馅我们可以多加入一些，那样味道比火腿肠还要香。
然后从一端紧紧地把它卷起来。因为提前抹上了一层淀粉水，这个蛋皮可以更好地粘合在一起，还可以牢牢地包裹住肉馅。好了，一个漂亮的卷煎就做好了。咱们按照这个方法依次全部做完。提前烧一些开水，水烧开以后摆在蒸屉上，用牙签在表面扎上一些小孔，这样在蒸制的时候蛋皮不容易破，受热也会更均匀。盖上锅盖，计时蒸30分钟，把卷煎蒸熟。30分钟以后，锅里的卷煎已经蒸熟了。打开锅盖，满屋飘香，都是肉馅和鸡蛋皮的香味。趁热从中间切开给大家看一下，里面的肉馅细腻均匀，像火腿肠和午餐肉一样 ，QQ 弹弹的，肉香浓味，小孩子看着就止不住的流口水。稍微冷却一会，把卷煎切成5厘米左右的薄片，这样口感会更棒，像午餐肉一样香。可以直接吃，涮火锅吃，烩菜和烧汤的时候放上一些，味道别提多香了。吃的时候大家也可以配上一些葱花料汁，那样蘸着吃，味道会更加的棒。我先替大家尝一口，鲜香软嫩，营养味美，真材实料无添加，营养好吃更过瘾。过年过节招待客人特别的有面子，每一口都是家乡的味道，保证你连吃1个月都不会腻，比酱牛肉和香肠都要香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大家可以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们，感谢您的观看。有一家大饭店把3块钱的猪心做成了桌桌必点的下饭菜，很多顾客都点名要吃。刚出锅的猪心口感嫩滑，保证你吃了还想吃。大家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吧。最近猪心特别的便宜，刚刚在菜场花3块钱买了一个新鲜的猪心，有足足1斤多。猪心好吃，但是很多人都不会烹饪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猪心的正确做法。首先把猪心从中间一分为2，切成2小半，然后放入碗中，向里面加入多一些清水，把猪心清洗干净。大家看一下，里面有很多的血块，如果不把它清洗干净，猪心吃起来是很腥的。然后控水捞出，另准备1盆清水，加入1勺白颜色的食盐，先把食盐搅拌融化，然后把猪心放进来。因为盐水的密度大于血水的密度，这样可以把猪心里面残留的血水和腥味泡出来。先浸泡20分钟备用。这回猪心已经泡出很多血水了，用干净的清水多淘洗2遍，一直洗到水变得很清澈就可以了。下面我们给猪心卤一下，先冷水下锅，加入小葱段、姜片、3个干辣椒、2片香叶、20粒花椒、1勺料酒去腥、3000粒白颜色的食盐，让猪心入一下底味。盖上盖子，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煮20分钟。趁这会的时间，我们来准备一些配菜。一把香芹，先从中间切成细条，再改刀切成5厘米左右的小段，这样芹菜的味道会更香。准备半个洋葱，先切成条状，改刀切成均匀的小块，加入洋葱可以给猪心去腥增香。再来调一个料汁，半勺食盐，少许胡椒粉，200粒白糖提鲜，300粒味精，1勺香醋，1勺生抽，1勺玉米淀粉，加入半碗清水，搅拌均匀备用。现在猪心已经煮好了，真的是好香啊！稍微冷却一会，把猪心切成2厘米左右的薄片，尽量切得越薄越好，这样猪心吃着才更嫩更入味。起锅烧油，加入葱姜蒜辣椒，翻炒一小会，炒出小料的香味。接着加入1勺牛肉酱，翻炒出红油，再倒入芹菜，转大火，快速的翻炒2分钟，把芹菜炒香，炒入味，让芹菜和小料的香味融合在一起。炒至芹菜断生，倒入准备好的猪心，继续翻炒1分钟，把猪心炒入味，这样猪心吃着才更过瘾，更下饭。然后倒入调好的料汁，继续翻炒均匀，让料汁均匀地包裹在猪心上面。现在锅中的猪心已经很香了，最后加入洋葱，大火快速的翻炒30秒，把洋葱炒断生。一道味道鲜美无比的家常爆炒猪心就做好啦！哇，真的是好香啊！
光是闻着这个香味，我的口水已经从眼角不自觉地流下来了。猪心学会这样做，比凉拌的还要香10倍，入口滑嫩鲜香，不腥也不柴，特别的入味好吃，也是我家餐桌上最受欢迎的下饭菜。每次只要这道菜端上桌，5个大馒头都不够吃的，大人和孩子都特别的爱吃。喜欢的你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感谢你的观看。这个一根刺都没有的鱼排真的太香了，我3个女儿吃过一次，让我赶紧再囤几包，外酥里嫩，一份又10袋。它有蒜香和黑椒2种口味，都是腌制好的，不用再另加调料。它是活鱼现切，做法非常简单，油热直接放入鱼排，煎至两面金黄熟透即可，外皮酥脆，鱼肉嫩滑鲜香。我家3个女儿就很喜欢吃，还有4倍的蛋白质，低脂高蛋白，但是只有1点几克的脂肪，早中晚夜宵都可以吃这个，而且它真的是没有刺的，老人小孩也可以放心吃。快过年了，每家每户都会提前炸上一些小酥肉，用来招待客人、涮火锅、烧汤吃，都非常的不错。在家炸小酥肉，放面粉和淀粉和鸡蛋就错了。饭店大厨教我一招，酥脆鲜香，咬一口嘎嘣脆，即使放凉了也不会回软，大人小孩都爱吃。首先准备100粒花椒，倒入无水无油的锅中，小火翻炒均匀，把花椒炒香，炒至花椒变色就可以。接着用擀面杖把花椒擀碎，擀成这种细腻的粉末状就可以。小酥肉香不香，这个花椒特别的重要，一定要这种现炒出来，研磨的香味才更浓郁。早上花8块钱买了1斤的猪肉，大家可以选择这种梅花肉或者后腿肉，这样的猪肉肥瘦均匀，带着一点肥，吃起来更润口。首先把猪肉切成厚厚的薄片，然后改刀切成细细的条状，不要太宽也不要太细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切成这种5厘米宽的肉条就可以。下面我们给肉条腌制一下，加入300粒味精，1勺白颜色的食盐，1勺13香，1勺胡椒粉，半勺13香，1勺花椒粉，1勺生抽提鲜。想要小酥肉味道更香，可以多准备一些姜末，剁得越细腻越好，这样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香的。然后戴上手套，先充分的抓拌均匀，让肉条吸足姜末和所有调味料的香味。这也是小酥肉口感更香的主要关键步骤。现在盆中的肉条已经均匀的上色了，酱红的，先放一旁腌制30分钟左右。小酥肉好不好吃，脆皮糊特别的重要。2勺红薯淀粉，1勺普通面粉，加入1勺白颜色的食盐增加底味，再加上炒好的花椒粉，先用筷子充分的搅匀，然后向里面加上1个鸡蛋黄，这里切记不要加蛋清，那样小酥肉会回软。准备1小碗清水，少量多次的加进来，边加边搅拌，这样可以掌握脆皮糊的粘稠度。最后搅拌成这种细腻流动的酸奶状就可以。接着加入半勺食用油，这里加入食用油，小酥肉的口感吃起来更脆更香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啦。接下来我们准备1把小香葱，倒入150度左右的开水，把小香葱烫一下，这样炸制的时候不会糊。再把小香葱切成漂亮的葱花，放入盆中，倒入调好的脆皮糊，用筷子轻轻的搅拌一下，让每一个肉条均匀的裹上脆皮糊和葱花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啦。锅中提前烧一些食用油，筷子放下去，冒密集的小气泡，说明油温已经60%热了。转中火，沿着锅边下入准备好的肉条，一条一条的下入，这样可以更好的防止粘连。肉条全部下锅以后，咱们先不要着急翻动，等到表面的脆皮糊定型以后，用筷子轻轻的搅拌几下，让肉条每一面都受热均匀。等到脆皮糊表面的水分变干，小酥肉就会变硬。大家看一下，表面是这种焦黄色的。咱们先把小酥肉控油捞出来，想要口感更好，咱们再给它复炸一下，把锅中的油温升高，倒入小酥肉再复炸一次。2次复炸可以让小酥肉的口感更酥脆。在炸制的过程中，我们要勤观察，因为油温比较高，小酥肉的变化很快，炸到表面金黄酥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，说明小酥肉已经炸好了。控油捞出，大人小孩都爱吃的葱香椒麻小酥肉就做好了。哇，好香啊！
现在满屋飘香，都是小酥肉和葱香味，表面是这种金黄色的，趁热吃上一口，又酥脆又焦香，带着花椒和葱花的香味，真的太好吃了。里面的肉吃着非常的嫩，非常的香，即使放3天，它也不会回软，口感和新鲜的一样。快过年了，喜欢吃小酥肉的朋友们可以把这个好方法收藏起来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们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是万万没想到，把一块豆腐放在院子里冻一晚，瞬间变成年夜饭上人人都爱吃的特色美食，色泽诱人，满屋飘香。过年的餐桌上来一盘，保证全家人都夸你是大厨。过年吃豆腐，寓意大家都富，新的一年顺顺利利，福气满满。首先，咱们准备5毛钱买上一块老豆腐，放在院子里冻上1晚上，经过低温的冻制，你会发现豆腐的内部出现了很多小气孔，口感更松软，更筋道，有弹性，味道也更加的鲜美。首先把豆腐切成5厘米左右的厚片，放在碗中备用，另准备一个好看的小碗，打入2颗聪明的母鸡蛋，加入1勺白颜色的食盐，1小勺面粉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再把搅拌好的鸡蛋液淋到豆腐上面，让每一块冻豆腐都可以均匀的裹上一层蛋液。豆腐裹上鸡蛋液，口感吃起来也会更加的香。我们再准备1把小香葱，切成漂亮的葱花，增加葱香味。1小块生姜，先切成细细的姜丝，改刀切成均匀的姜末。再准备1把大蒜，把它切成蒜末，增加蒜香味。全部切好后，先装入盘子里备用。小碗中加入1勺面粉，1勺玉米淀粉，加入半碗清水，搅拌成细腻的面粉水，放一旁备用。炒菜锅中提前多烧一些食用油，先用筷子试一下油，看到筷子周围冒密集小气泡，把我们准备好的豆腐一块一块的放进来，沿着锅边下入豆腐，这样又不会溅出来。豆腐提前用油炸一下，口感更加的酥脆美味，还可以吸足更多的汤汁。全部下锅以后，我们转中火，慢慢的炸制。中途用筷子轻轻地搅动一下，让豆腐片10面都受热均匀。因为豆腐提前裹上了鸡蛋液，随便炸一小会，豆腐已经变成金黄色了。炸着豆腐表皮微微鼓起，表面呈这种金黄酥脆的状态，像这样就可以控油出锅了。锅中留少许底油，加入葱姜蒜爆香，保持小火翻炒一会，炒出葱姜蒜的香味。炒香后加入1勺红油豆瓣酱，1勺香辣牛肉酱，1勺辣椒面，半勺13香，3000粒白颜色的黑芝麻，1勺生抽提鲜。继续煸炒一小会，炒出牛肉酱和豆瓣酱浓郁的红油。这会锅中所有的小料香味已经煸炒出来了。接着加入1碗清水，加入1勺白颜色的食盐，半勺白糖提鲜，搅拌均匀，让食盐和白糖融化。煮开后，倒入调好的面粉水，用勺子边搅拌边熬煮。现在锅里的汤汁变得非常的粘稠，哇，真的是好香啊！趁热把煮好的汤汁浇在炸好的豆腐上面，这浓郁的小香味一下子就扑面而来了。这会我家厨房里满屋飘香，都是豆腐和酱汁的香味。一道好吃好看、寓意极好的过年下饭菜就做好了。我们这样做出来的豆腐，那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香。经过炸制，豆腐表面特别的酥脆，又裹上了浓郁的汤汁，咬一口特别的香，里面真的超级的嫩，超级的入味，鲜香微辣中还有一丝丝的甜，特别的好吃。过年招待客人也特别的有面子，喜欢的你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记得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们，感谢您的观看。为什么说熬夜之后要起床吃2个这个粘豆包呢？很多人都知道，多吃粗粮是特别好的，尤其是早上吃，不加1粒糖、1滴油，很适合经常熬夜的人吃。不仅营养丰富，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，都是独立包装，富含多种谷物，都是纯手工现做现发的，皮薄馅多，软糯香甜，都是纯粗粮低脂食品，老人小孩都可以吃。如果你也喜欢吃粗粮食品，那就赶快买点来尝尝吧。
快过年了，家里小朋友比较多，这个大鸡排你一定要囤一点，外皮酥脆，里面嫩的都可以爆汁了。现在20几块钱就可以到手11袋，它是整切的鸡胸肉，每袋有80克，鸡排真的超大，吃的时候无需解冻，放入油锅中炸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啦，酥酥脆脆的，大人小孩超爱吃。快过年了，很多朋友都会在家里熬上一锅猪油，炒青菜、煮馄饨、煮面条，煲汤的时候放上一些猪油，那味道别提多香了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熬猪油的正确做法。按照我这个方法熬出来的猪油又白又香，1年不坏，没有一点腥臭味。最近2天菜场都是灌香肠、腌腊肉的朋友们，这种新鲜的猪板油，买肉的时候老板都会免费送上一些。很多朋友在熬猪油的时候都会选择肥肉，那样油渣会很多。像这种新鲜的猪板油，出油量很高，熬出来的猪油也是非常的洁白干净，没有一点杂质。首先，我们把猪板油切成大大的小块，全部切好后装入平底盘里。准备半个洋葱，切成漂亮的细丝，半块生姜切成厚厚的姜片，半颗大葱斜着切成小段，加入1把小葱备用。接下来，我们准备1口大锅，把我们切好的猪板油倒进来，向里面加入清水，水的量一定要没过猪板油，然后开大火加热一会，用勺子搅拌一下，这里我们不要盖锅盖，这样可以让猪板油中的腥臭味全部挥发出来。猪板油提前焯一下水，可以去掉表面的一些血水和上面残留的杂质。大火煮开以后，我们用勺子轻轻地给它搅拌一下，然后控水捞出，用70度左右的温水多清洗一会，洗掉上面的浮沫和一些杂质，这样熬出来的猪油才更洁白、更干净，并且没有异味。另准备1口干净的锅，加入1汤碗清水，倒入洗干净的猪板油，用勺子翻炒一下，然后开大火慢慢的熬，加入一些82年的高度白酒5粮液。加入白酒不仅可以去除猪板油中猪肉的腥味，还可以给猪油增香。熬猪油有人加水，有人加料酒，到底哪一种方法最正确呢？今天就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。熬猪油的时候加水有2个好处，如果熬猪油的时候不加水，那样会导致锅内的温度上升，导致很多油脂不能及时的熬出来，还很容易发黑。用水来熬猪油可以稳定好猪油的温度，加水还可以溶解猪油中的杂质和蛋白质的作用，使我们的猪油更加的纯净。这个奶白色的就是水分，待猪油煮熟后，水分就会蒸发干净。大家看一下，咱们的锅中现在已经没有多少水分了，用勺子贴着锅底不停地翻炒均匀，避免猪油糊锅底，如果糊锅底，猪油就会发黑变苦。现在锅中已经开始出油了，猪油冒着小气泡，是这种透亮光泽的。这个时候我们要转小火来熬制，把猪板油中的猪油全部给它熬出来。大家现在看一下，锅中已经熬出了很多猪油了，并且猪油都是这种清澈透亮的。最后加入葱姜、小葱，小火继续熬一会，熬出葱姜和小葱的香味。葱姜可以给咱们的猪油增香、去异味。这里大家切记一定不要熬太久，等到葱姜的水分熬干就可以关火了。看一下锅中的猪油是这种黄亮亮的。好了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锅中剩下的这个油渣，大家不要浪费了。这个油渣用来包包子、包素饺子的时候放一点特别的香。最后把锅中的油渣打捞干净，剩下的就是干净透亮的猪油啦。再准备一个无水无油的大碗，加入1把干黄豆、半勺白颜色的食盐，倒入熬好的猪油，用筷子搅拌几下，加入干黄豆做出来的猪油会特别的香。然后放一旁自然冷却。最近2天我们这里都是零下8度左右，3个小时左右猪油就已经凝固了。大家看一下我们熬好的猪油是不是非常的漂亮，又白又香又细腻，一点异味也没有，而且特别的干净雪白，里面一点杂质都没有。这样的猪油才是最好吃的猪油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观看。冬天正是大白菜最鲜美的时候，尤其是白菜猪肉馅的饺子，比山珍海味还要鲜。
很多粉丝朋友都知道，我家以前是开饺子馆的。今天就把我调白菜饺子馅好吃的秘诀分享给大家。首先，我们准备1颗正宗的山东大葱，先把大葱对半切开，切成均匀的条状，再把大葱切成漂亮的葱花。山东的大葱，葱香味更浓，用它调饺子馅特别的好吃。准备少许生姜，改刀切成细细的姜丝，1把小葱切成均匀的小段，加入30粒花椒，再倒入120度刚刚烧开的开水，先用筷子搅拌一下，这样可以更好的泡出葱姜和花椒的汁水。葱姜汁不仅可以给肉馅增香，还可以去除肉的腥味。接下来，我们从雪地里拔上1颗新鲜的大白菜，这种被雪滋润过的白菜，吃起来味道特别的鲜甜。取几片白菜，把白菜帮切掉，烧1锅热水，注意水温不要太高，把白菜叶子放入开水中焯一下水。白菜叶子提前用热水烫一下，口感更加的鲜美，还可以保护白菜中的营养不会流失。如果用盐来杀水，那样白菜的鲜美味都没有了，吃起来有一点苦涩。焯水的时间控制在60秒，立马捞出。放凉后，我们挤干白菜多余的水分，先把它切成丝，最后剁成细腻的白菜碎。好了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向里面加入1勺小磨香油，这样可以给白菜形成一层保护膜，吃起来更加的香，汁水丰富。最近2天猪肉特别的便宜，我们自己家杀了1头小猪，才6块钱1斤，真的很实惠。包饺子我们最好选择前夹肉，前夹肉口感更嫩，有肥有瘦。首先把猪肉剁成细腻的肉馅，这样不会破坏肉的纤维，口感才更香。然后倒入放凉的葱姜花椒水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，让肉馅吸足水分，这样肉馅才不会发柴发干。大家看一下，肉馅特别的干，水分已经充分吸收了。把剩下的葱姜花椒水加进来，顺着一个方向不停地搅拌，给肉馅上劲，让肉馅喝饱水分，这样饺子个个饱满，汤汁丰富。调味，加入1勺白颜色的食盐，半勺十三香，少许胡椒粉，520粒味精提鲜，半勺十三香，打入1颗聪明的母鸡蛋。加入鸡蛋可以使肉馅抱团，还可以使口感更加的滑嫩。顺着一个方向继续搅拌上劲，让盆中的肉馅吸足所有调味料的香味。这回肉馅已经出现拉丝状了。加入1勺老抽上色，1勺生抽提鲜，加入酱油，饺子馅吃着才更香。如果不加酱油，饺子馅味道特别的淡，这也是饺子馆生意火爆的原因。大家看看我们调好的肉馅是不是很嫩很漂亮，可以直接用来包小笼包、包包子都非常的好吃。最后加入山东正宗的大葱花，烧一些热油浇在葱花上面，这小味一下子就上来了。最后把白菜加进来，顺着一个方向给它搅拌均匀，香喷喷的白菜饺子馅就调好了。我们用这个方法调出来的饺子馅，保证饺子个个鲜嫩多汁，不腥不柴也不干，白菜营养全保留，特别的好吃。最后按照自己喜欢的手法把它包成饺子就可以了。水烧开，下入包好的饺子，开大火慢慢的煮，煮至饺子圆鼓鼓全部漂浮起来，就可以趁热出锅了。哇，好香啊！一锅热气腾腾的白菜猪肉馅的饺子就做好了。饺子个个皮薄，馅又多，鲜美好吃又多汁，特别的营养美味，老人小孩都非常的爱吃。喜欢的你就收藏起来试试吧，可以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们。感谢你的观看。冬至到了，这道美食别忘记给家人吃，顺应节气，滋补养生，不怕冷，平平安安过冬。在我们北方，每到冬至这一天，我们都是煮上1锅汤圆。冬至吃汤圆也是祈福的象征，祈求新的一年好运和吉祥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特别好吃的汤圆，纯手工制作，馅料满满，特别的营养美味。首先，我们准备100克的黑芝麻。黑芝麻营养丰富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，尤其是黑芝麻馅的汤圆，香味浓郁，味道超棒。先加入少许清水，把黑芝麻轻轻地淘洗干净，洗掉里面的灰尘和杂质。
然后用漏勺控水捞出，倒在无水无油的平底锅中，先开中火翻炒一会，炒干表面残留的水汽，接着加入1把白芝麻。加入白芝麻不仅可以增加营养，还可以分辨出黑芝麻的成熟度。炒到黑芝麻啪啪作响，白芝麻焦黄就可以。趁热倒在盘子里，自然放凉。等到彻底放凉以后，把黑芝麻倒入绞肉机里，多打一会，打成细腻的粉末。再准备25克的黄油，隔热水融化备用。大家看一下，打成这种细腻的粉末就可以。酱油里面加入3勺奶粉，增加奶香味。再加入50克白糖，增加甜味。先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接着加入融化好的黄油，继续搅拌一会。如果家里没有黄油，也可以用猪油代替。最后用勺子把表面按压紧实，放冰箱里冷冻20分钟备用。趁这会的时间，我们从奶奶家的大树上摘上一个漂亮的南瓜，取出1/10的南瓜，清洗干净，切去南瓜皮，再把南瓜切成薄薄的片状，全部切好后摆在好看的盘子里，冷水上锅，计时蒸10分钟。南瓜蒸好后，趁热取出来，倒入碗中，借助一个工具把南瓜按压成细腻的泥状，没有硬块就可以。准备350克糯米粉，少量多次的添加，每加入一次，我们都要用筷子充分给它搅拌均匀。最后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南瓜糯米面团，先取一点面团出来，放在开水中煮熟，煮好后趁热捞出来，放在盆里。再把2个面团充分的融合在一起，生熟粉混合可以让糯米粉的延展性更好，可以使我们包出来的汤圆即使冷冻也不会开裂，个个圆润光滑又漂亮。不会做汤圆的朋友们可以把这个好方法记下来哦。接下来我们取一点面团，大约12克左右，先把它搓成圆球，然后用手在中间整理成一个小窝窝状，放上1勺黑芝麻馅料，再用虎口慢慢的给它收拢，收口捏紧，因为糯米面团提前烫过，非常的好包。最后稍微整理一下，把它揉成小圆球就可以。像这样，咱们非常漂亮的南瓜汤圆就做好了。大家如果一次性做的比较多，吃不完，可以放冰箱里冷冻保存，现吃现煮，非常的方便省事，口感也非常的棒。提前烧一些开水，水烧开之后下入准备好的汤圆。汤圆下锅以后，先不要搅动它，先开大火煮上30秒，让它定型。接着用铲子顺着锅边轻轻的推动一下，这样汤圆不容易粘锅，还会把汤圆煮得很漂亮。煮汤圆，我们全程小火慢煮，慢慢的汤圆就会漂浮起来，变得圆鼓鼓的。我们再继续煮上1分钟，好了，现在就可以出锅啦。一锅热气腾腾的事事如意汤圆就做好了，个个圆润饱满，一口下去糯叽叽的，都是黑芝麻的香味，还有奶粉的香味，香甜美味，比买的更好吃。咱们纯手工制作的汤圆无任何添加，老人小孩放心吃。冬至快到了，赶紧给家人煮一锅汤圆吧，让所有的幸福和好运都围绕着你。喜欢的朋友记得收藏和转发给需要的朋友们，感谢你的观看。把豆腐皮放入滚烫的油锅中炸一炸，5星级大酒店里一盘卖88。出锅那一刻，我们整个村子都是香味，比牛肉还要好吃100倍，大人小孩都馋得直流口水。大家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吧。早上花1块钱买了5张豆腐皮，豆腐皮在我们安徽也叫千张，是由黄豆和水制作而成的。这种纯手工制作的豆腐皮是没有任何添加的，营养特别高。首先，我们把豆腐皮切成波浪状，这样出锅以后像方便面一样漂亮，口感也更香，吃起来更加的过瘾。全部切好后，用手轻轻地把它抖散开。好了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先装入盘子里备用。炒菜锅中提前多烧上一些食用油，先用筷子试一下油温，油温烧至5成热就可以转中火。把准备好的豆腐皮下入油锅中，豆腐皮提前用油炸一下，口感吃起来更加的劲道。下锅以后，可以用勺子轻轻的按压一下，开中火炸上120秒，把豆腐皮中的水分给它炸干炸透。现在你会发现豆腐皮已经像干吃面一样酥脆了。
然后用漏勺把豆腐皮控油捞出，另准备一口干净的锅，加入一盆清水，1把小葱段，3个姜片，3个红辣椒，20粒青花椒，1勺酱油上色，1大勺生抽提鲜。接着加入1个5香卤肉包，用它来卤豆腐皮，特别的入味好吃。加入1勺白颜色的食盐，然后用勺子搅拌一下，让食盐均匀的化开。煮开以后，我们把炸好的豆腐皮加进来，给豆腐皮卤一下。豆腐皮经过油炸，再卤一下，可以吸足更多的汤汁。接着我们来准备配菜，先从树上摘上1个紫皮洋葱，去1小半切成细细的洋葱丝，准备半个红椒，搭配一下颜色，清洗干净，去籽后切成细细的辣椒丝，1把冬天的香菜切成均匀的小段，增加香味。最后准备一些大葱白，斜着切成细丝，这样吃起来不容易塞牙，口感也更好。现在我们的豆腐皮已经在锅中小火卤10分钟了，香味特别的浓郁，酱香的，看着就止不住的流口水。先趁热出锅，放在1个祖传的大碗中，加入准备好的配菜，188粒烤熟的花生米，300粒白糖提鲜，100粒味精，再加入2勺山西香醋，1勺生抽，1勺芝麻香油，增加香味。最后加入1勺牛肉酱，戴上一次性手套，充分的去给它拌均匀，让豆腐皮和所有的配菜都可以均匀的入味。豆腐皮经过油炸，小火慢煮，再拌一拌，这味道别提多香了，比香肠和腊肉还要好吃100倍。最后把豆腐皮装在1个好看的盘子里，端上桌就可以给全家人享用啦。一道北方特色菜就做好了，也可以称之为热卤豆腐皮。趁热吃，口感劲道，酱香味浓，特别的美味。加入了洋葱、花生米、香菜，口感特别的清爽，营养好吃又下饭。我家1天8顿吃不腻。大鱼大肉不能天天有，这道美味的小菜可以天天有，保证端上桌大家都夸你是大厨，营养特别的丰富。过年招待客人也特别的有面子。喜欢的你就收藏起来试试吧，大家可以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观看。快过年了，年夜饭的餐桌上一定少不了这道黄金肉蛋卷，寓意着花开富贵，黄金满屋，财源广进。新的一年蒸蒸日上，一家人幸福美满。小碗中先加入2勺淀粉，少许清水，搅拌均匀备用。另准备1个好看的小碗，打入4颗聪明的母鸡蛋，倒入1/2的淀粉水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让鸡蛋液和淀粉水在一起充分的融合。接着把鸡蛋液倒入预热好的电饼铛里，开中火煎上2分钟。表面定型以后，我们给蛋皮翻一下面，再烙30秒就可以出锅啦。4个鸡蛋，这里我摊了2张鸡蛋皮，每一张都非常的劲道，有弹性。接下来我们准备1块钱的猪肉，剁成这种细腻的肉馅，加上葱花、姜末，888粒鸡精，188粒味精，半勺食盐，适量麻辣鲜，少许胡椒粉去腥增香，1勺生抽提鲜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上劲，让肉馅均匀的吸足调料的香味。这里可以多搅拌一会，肉馅吃着才更香更入味。然后加入1个蛋清，加入蛋清可以让肉馅的口感更滑嫩鲜美，而且蛋清还可以锁住肉馅的水分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打上劲，让肉馅吸足蛋清。最后加入1勺淀粉水，这里加入淀粉水可以增加肉馅的粘性，不易松散，同时口感也更好。一直搅拌到肉馅上劲，出现拉丝状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取出1张放凉的鸡蛋皮，中间放入调好的肉馅，用筷子整理平整，然后用小刷子在蛋皮上面刷上一点淀粉水，两边都要刷上淀粉水，这样蛋皮和肉馅在一起可以更好的粘连，不容易散开。先把上面的蛋皮对折过来，按压紧实，再把剩下的蛋皮对折过来，还有一点蛋皮，我们把它叠在底部，按压几下。好了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
现在我们给蛋皮切一下花刀，先把蛋皮切成5厘米宽的条状，注意顶部不要切断，在第4刀的时候用力切断，这样造型更漂亮，每一口都能吃上满满的肉馅。好啦，大家看一下造型是不是非常的漂亮？起锅烧油，油温烧至5成热，下入做好的生胚，沿着锅边轻轻下入，这样更方便定型。这个肉蛋卷提前炸一下，表面会更加的酥香，而且肉馅吃起来也会特别的鲜美，像肉丸子一样。全程保持中小火，慢慢的炸至，把肉馅炸熟。炸至一面金黄酥脆，用筷子翻一下面，继续炸至。全程大约炸4分钟左右，肉馅的香味已经很香啊，一直炸到2面金黄酥脆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。这道美食在我们安徽特别的有名，很多朋友从来没有见过，更没有吃过。如果你吃过一次，就会念念不忘。先摆在盘子里，我们再来挑一个料汁，适量番茄酱，加入食盐，2勺白颜色的白糖，1勺生抽，2勺米醋，1勺玉米淀粉，1大勺清水，用勺子充分的搅匀，然后倒入油锅里，开中火慢慢的熬煮一会，把汤汁煮开，煮粘稠就可以。趁热把熬好的糖醋汁浇在上面，哇，好香啊！还没端上桌，已经把我家3个女儿给馋哭了。撒点漂亮的小葱花，点缀一下，美味继承。一道非常好吃的过年吉祥菜就做好啦，也可以叫它黄金肉蛋卷，金黄诱人，美得像一朵漂亮的牡丹花。趁热吃蛋皮特别的酥脆，吃在嘴里还有酸酸甜甜的汤汁，老人小孩最喜欢吃了。里面的肉馅鲜嫩多汁，营养丰富又好吃。过新年，这道寓意极好的吉祥菜，你一定要安排上。喜欢的朋友记得收藏起来，转发给亲戚朋友哦。感谢你的观看。天冷了，不想做饭，来上一碗酸辣粉吧，真的太过瘾了。这是我家常备的招牌大师酸辣粉，一箱里面有6桶，用料非常足，1包粉6包料。它是正宗的四川口味，是纯红薯粉做的，倒上开水焖个几分钟，香味直往我鼻子里钻，酸酸辣辣的，真的太上头了。终于让我找到了一个超好吃的下饭菜，就是这个爽口莴笋，每瓶都是大分量，它是开盖即食的，打开盖子就可以闻到香味，里面的莴笋色泽诱人，特别香，每一口都是嘎嘣脆的，香辣脆爽，片片入味，平时用来喝粥拌饭或者加馒头都非常的不错。孩子喜欢吃鸡排，在家也能做，几分钟就能吃上，外酥里嫩，口口爆汁。我家孩子都爱吃这种使者刀的大鸡排，它是整切的鸡胸肉，每袋都是大分量80克，腌制好裹上面包糠，独立的包装，想吃的时候无需解冻，放入油锅中炸成金黄色就可以，外焦里嫩，比买的还好吃。你看到的价格是11份，很优惠，快过年了，可以囤一点，大人小孩都爱吃。天气寒冷，容易手脚冰凉的女孩子一定要多吃这道甜品，入口糯叽叽，甜甜的，热气腾腾，越吃越暖和，比汤圆和奶茶还要香甜。我奶奶1周吃3次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首先，咱们从树上摘上一块老南瓜，清洗干净，切去南瓜皮。南瓜营养丰富，味道香甜，非常适合做甜品。接着把南瓜切成3厘米左右的厚片，全部切好后装入盘中，加入1勺白糖，这样南瓜吃着更香甜。接下来我们把南瓜摆在蒸屉上面，盖上锅盖，计时蒸10分钟。准备100克花生米，倒入锅中，开小火煸炒一会，把花生米炒香。也可以用空气炸锅，180度设置7分钟，把花生米烤熟。等到花生皮表面变焦就可以啦，说明花生米已经炒熟了。先关火，倒入盘子里，放凉备用。接着倒入50克白芝麻，继续保持小火，把芝麻炒香。炒熟过的白芝麻香味比较浓，吃在嘴里不会有生涩的味道。炒至芝麻微微变黄，闻起来特别的香。像这样就已经炒好了，倒在盘子里放凉备用。花生米自然放凉以后，轻轻的搓几下，很轻松的就可以把花生皮轻轻的搓掉了。然后放进干净的保鲜袋里，用擀面杖轻轻的敲打几下，把花生米敲打成这种颗粒状的花生碎就可以。吃起来非常的香。
南瓜蒸好以后，咱们倒在大碗中，准备一个小工具，把南瓜按压成细腻的泥状。准备1小碗糯米粉，少量多次的把它加进来，边加边用筷子搅拌一下，让糯米粉和咱们的南瓜泥在一起融合。最后下手给它揉成一个偏软一些的光滑面团。大家看一下，像这样就可以更方便操作。接下来我们揪取一丢丢的面团，大约25克左右。先用手把它捏一捏，捏紧实，然后团圆，再用掌心向中间轻轻的按压几下，把它压成漂亮的小圆饼。案板上先撒上一点糯米粉，防止粘连。把做好的南瓜小饼整齐的摆进来。现在天气寒冷，每次做这道美食的时候，我都会多做一些，放进冰箱里冷冻保存。早上想吃的时候，直接从冰箱里取出来就可以。可以煮着吃，还可以像糍粑一样煎着吃，都非常的方便。提前烧半锅开水，水烧开以后，下入做好的小圆饼。现在天气寒冷，这个小圆饼煮着吃特别的暖和。全部下锅以后，我们用铲子轻轻的给它推动一下，防止粘在锅底。然后开大火煮一会，大约煮3分钟左右，这个小饼已经全部煮熟了。先用漏勺捞出来备用。另外准备1口锅，加入半碗红糖，半碗清水，先开中小火慢慢的熬煮，先把红糖熬至融化，再继续熬3分钟，把糖浆熬粘稠。这回我们看一下锅中的红糖浆已经冒小泡泡了，倒入刚刚煮好的小饼，用铲子翻炒一下，转小火，再慢慢的煮一小会，让每一个南瓜小饼都可以均匀的裹上糖浆。最后加上花生碎、熟芝麻，继续翻炒2下，让南瓜小圆饼均匀的裹上花生碎和熟芝麻。现在已经满屋飘香了，看着就非常的诱人，美味继承。南瓜这样做真的是太美味啦！趁热咬上一口，糯叽叽的，特别的香甜，比汤圆还要好吃。表面裹上了香喷喷的芝麻，还有酥脆的花生，吃在嘴里还有红糖的甜味，特别的好吃，大人小孩都特别的爱吃，而且越吃越暖和。喜欢的你就收藏转发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们吧，感谢你的观看。家里有面条的，这个葱油拌面你一定要试试，孩子当早餐，老公当宵夜都很方便。家里有什么面就下什么面，有条件放点青菜，煮熟捞出装入盘中。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上海葱油酱，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，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，一次2小勺，就这么简单一拌，整栋楼都是它的香味。喜欢你也收藏做起来吧。只要家里有鸡蛋和牛奶，就能做好吃的蛋挞，热乎乎的，外酥里嫩，小孩子都爱吃。碗中打2个鸡蛋，1勺白糖，再来1瓶旺仔牛奶。蛋挞皮要选这种牛油起酥的，不含反式脂肪酸。这一盒里面有30个，现在2盒到手60个，只需要20多块钱。倒进蛋挞皮9分满，空气炸锅180度烤12分钟，金黄诱人，层层起酥，小孩子都爱吃。小鱼学会这样做，一口一个嘎嘣脆，金黄酥脆，外焦里香，一点腥味也没有。炸小鱼很多朋友都喜欢吃，但是做不出饭店里的味道。饭店老大厨教我不外传的小妙招，保证你一看就会，吃着特别的香。想要炸出来的小鱼更好吃，可以选择这种野生的小鱼。这种野生的小鱼价格非常的便宜，3块钱就可以买很多。野生的小鱼上面的小鱼鳞是不用去掉的，营养很丰富。首先我们来准备一些配料，准备1块生姜，先切成厚厚的姜片，改刀切成细细的姜丝。准备1把小葱，先用刀轻轻的拍几下，拍出葱汁，再把小葱切成小段，装入小碗中，加入半勺料酒，用擀面杖用力的捶打几下，把葱姜汁捶打出来。葱姜汁给小鱼去腥的效果特别的好。然后放入小鱼里，加上少许胡椒粉去腥增鲜，1勺白颜色的食盐给小鱼增加底味，加上1点干辣椒段，这样可以给小鱼去腥。20粒花椒，1勺米醋软化鱼骨和鱼刺，然后下手抓拌一会，把葱姜汁抓进小鱼里。葱姜汁去腥的效果特别的好，用它来腌制小鱼。小鱼一点腥味也没有，这里我们要把所有的调味料充分的去给它抓拌均匀，
让每一条小鱼都均匀的腌到位，这样我们在吃的时候，小鱼味道特别的香，咸香美味。最后盖上一层保鲜膜，腌制2个小时以上。时间到了，小鱼已经腌好了。准备一个漏勺，把腌好的小鱼挑拣到漏勺里面，顺便把里面的水控一控。好了，像这样就可以更方便咱们下一步操作。想要炸出来的小鱼酥不酥、脆不脆，用什么样的粉特别的重要。这里我用的是生粉，3勺生粉加入1勺面粉，用生粉炸出来的小鱼不会回软，每一口都是嘎嘣脆的。如果放面粉、淀粉和鸡蛋，那样小鱼特别的容易吸油。接着把控干水分的小鱼全部加进来，表面再撒上一些生粉，用筷子搅拌一下，让小鱼均匀的裹上粉。这个粉也不需要裹得太多，薄薄的一层就可以，这样炸出来才够酥脆。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油，把锅中的油温烧至6成热，放入筷子，周围起密集的小气泡，把准备好的小鱼沿着锅边轻轻地放进来。高温可以让小鱼的表皮迅速的定型，不容易脱粉。小鱼全部下锅以后，咱们保持中火炸上60秒，让小鱼慢慢的定型。这个时候小鱼已经漂浮起来了，可以用筷子轻轻的搅拌几下，让小鱼的8面都受热均匀。咱们也可以把火调得大一点，让小鱼的颜色更好看，更酥脆。炸至小鱼变硬，表面有点微黄，先控油捞出。接下来就是最重要一步，咱们准备半小碗凉水，用手蘸下水，往小鱼的表面淋一些水，表面淋上凉水，可以让小鱼迅速的变凉。凉鱼遇上高温就会迅速的变酥脆，并且连鱼骨鱼刺都是酥的，特别的香。饭店大厨都是这样炸小鱼的，这样炸出来的小鱼非常的酥脆。然后把锅中的油温给它升至7成热，再次把小鱼倒入油锅中，搅拌一下，复炸一会。经过2次复炸，可以让小鱼达到外酥里嫩的效果。现在大家可以听到这种酥酥脆脆的声音，说明小鱼已经炸好了。出锅，满屋飘香的小鱼就炸好了，大家听一下这个酥酥脆脆的声音，真的特别的好吃，而且用手轻轻一捏就掉渣，连鱼骨和鱼刺都是香的，入口即化。吃的时候呢，咱们可以在上面撒上一些椒盐、麻辣鲜，再给它拌一拌，这样小鱼会更加的入味，像烧烤一样。它既可以是美味的小零食，也是饭桌上必备的下饭菜。放3天都不会回软，大人和孩子都特别的爱吃。有喜欢吃炸小鱼的朋友们可以收藏起来试试。感谢你的观看。最近迷上了这个长沙魔芋干，真的太好吃了，又香又辣又过瘾，很有嚼劲，有种吃火锅毛肚的感觉。这个就是长沙本地的特色小吃，排队很长时间才能吃到，真的是越嚼越香，越辣越上头。平时拿来拌饭当解馋小零食很不错，真的超过瘾，好吃到停不下来。快过年了，今天我们用粉条和猪肉来做一道特色大迎菜，柔软筋道，满口肉香，比猪皮冻卤牛肉更好吃，也是我们北方大席上必不可少的下饭菜，保证你吃一次就会喜欢。首先准备一把红薯粉条，这个红薯粉条是我们家自己纯手工做的，无任何添加，因为添加了蜜薯，所以颜色特别的漂亮。我们先把红薯粉条放入大碗中，向里面倒入120度左右的热水，先把红薯粉条泡软，这样口感吃起来更美味。接下来准备1块钱猪肉，像这样带点肥肉的，吃起来更香。把猪肉切成均匀的小肉丁就可以，全部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400克红薯淀粉，像这种农家纯手工做出来的红薯淀粉无添加，更加的细腻洁白。加入280毫升清水，先用筷子充分的搅匀，搅拌成这种细腻无颗粒的粉浆就可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准备1小段大葱，先从中间对半切开，然后改刀切成4小份，最后把大葱切成葱花就可以。准备少许生姜，切成姜粒，全部切好后装入好看的盘子里。我们再准备4到5个干辣椒，提前清洗干净，用厨房剪剪成小段，不喜欢吃辣的也可以不放。小碗中放入30粒花椒备用。起锅烧油，先倒上花椒，开小火煸炒20秒，炒出花椒独特的麻香味。等到花椒微微变色就可以，然后用勺子把花椒捞出来，不要
这个油特别的香，用它来炒肉末，吃着倍有味。肉末下锅以后，我们开中火，煸炒个3分钟，把肉末中多余的油脂煸炒出来，炒至肉末发白就可以。加入葱姜辣椒，煸炒一小会，炒出葱姜的香味。炒香后加入1勺生抽，1勺老抽上色，翻炒出浓浓的酱香味。这会锅中的肉末已经酱红的，看着就很香。加入半碗清水，把泡好的红薯粉条加进来，调味加入1勺麻辣鲜，少许胡椒粉，半勺食盐，520粒鸡精提鲜，保持中小火煮一会，把粉条煮入味，煮软。等到锅中没有汤汁就可以出锅了。倒入红薯粉浆，用筷子搅拌一下，让粉条和肉末均匀地裹上红薯粉浆。另准备一个干净的碗，先在底部刷上1层食用油防粘，把搅拌好的红薯粉条和肉末全部倒进来，表面用铲子整理平整，然后水开上锅，计时蒸50分钟。再来调个料汁，葱花、蒜末、味精，520粒鸡精，2勺山西香醋，1勺生抽，1勺牛肉酱，最后加点小磨香油，美味诱人的料汁就调好了。现在我们的粉条肉焖子也已经蒸好了，好香呀！用铲子铲一下边缘，很轻松的就可以从碗中取出来了。大家看一下咱们的肉焖子漂不漂亮？又柔软又筋道，带着肉末的香味，不管怎么折都不会断。先把它切成小块，再改刀切成5厘米左右的片状，这样吃着更过瘾，软软的，弹弹的。最后摆入盘子里，中间放上调好的料汁，就可以端上桌给全家人享用了。用粉条和猪肉做出来的肉焖子，看一眼口水直流3000尺。吃上一口，软糯筋道鲜香，肉末和粉条的香味在口中让你回味无穷，大人小孩都爱吃，还可以蘸一点料汁，那样会更加的美味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，记得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观看。妈妈早起5分钟就能给孩子做个葱花鸡蛋饼，外酥里嫩，营养又好吃。碗中打3个鸡蛋，加胡萝卜、葱花、火腿、食盐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给孩子吃就选这个原味手抓饼，不含反式脂肪酸，配料表干净，孩子吃起来更放心。平底锅预热刷油，倒入鸡蛋液，放1张手抓饼，鸡蛋定型后翻面，简单美味的早餐饼就做好了。挑食的孩子都爱吃。这大冬天的就喜欢吃点烫嘴的，就这一道菜，1人3碗米饭都不够吃。水开下嫩豆腐，加食盐，这样豆腐更入味。又热下肉末，炒香后放葱姜蒜辣椒，再来1包麻婆豆腐酱，其他调味料都不需要放了。炒香后倒入豆腐，一点清水焖煮3分钟，最后淋点水淀粉勾芡，撒点蒜苗。豆腐学会这样做，麻辣鲜香，非常好吃。很多朋友把猪肚买回来都不会清洗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最快速超简单的清洗方法，只要5分钟就能把猪肚洗得白白净净，异味全部跑光光。早上5点钟去菜场，花10块钱买了一个新鲜的猪肚，在我们当地猪肚很便宜。首先咱们往盆中加入60度左右的热水，先把猪肚烫一下，热水可以把猪肚表面的粘液轻轻松松烫掉1大半。下手抓拌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水特别的浑浊，把水倒掉，向里面加入2勺黄颜色的玉米面，再倒入2两50度以上的高度白酒。这里加入高度白酒，不仅可以给猪肚去香增腥，还可以去除猪肚上面的异味。然后下手抓一抓，搓一搓。很多朋友在家里清洗猪肚都喜欢加盐和面粉，其实是不对的。如果加面粉的话，手上黏糊糊的，猪肚呢也不好清洗干净。如果加食盐特别的浪费，加上1点白酒，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去掉猪肚的异味，还可以给它增香。这里我们可以多抓洗一会，把猪肚的2面都给它抓上3分钟左右，这会猪肚表面的粘液已经洗掉1大半了。现在我们给猪肚翻一下面，把猪肚的里面给它抓一抓，搓洗一会，然后加入适量温水，多清洗2遍，把上面的粘液和一些脏东西全部清洗掉，一直洗到水变清就可以。猪肚表面没有玉米面就行了。这个位置呢，就是猪肚里面的白油，
猪肚腥味和异味的主要来源，一方面是表面的粘液，还有一方面就是内壁上这些白油。咱们可以用剪刀把上面的白油给它剪掉，也不要剪得太多，留上一点，猪肚吃着更润口，口感更劲道。这个黄色的位置还残留一丝的粘液，咱们用刀给它刮一刮。好了，像这样就可以。我们再把猪肚的内壁清洗一下，加入多一些小苏打，下手抓细一会，使每一处都均匀地裹上碱性液体。加入小苏打，可以快速地将猪肚内脏上面的油脂溶解掉。猪肚的两面我们都这样抓一抓，搓一搓，你会发现猪肚上面的油脂已经溶解的差不多了。继续加入温水，把它清洗干净，把上面的油脂和一些脏东西全部清洗掉。洗好后，再把猪肚翻过来，把猪肚的外面也给它清洗一下，然后把水倒掉。下面就是最重要的一步了，向里面加上一把刚刚过期的茶叶，再加上几滴食用油。茶叶味道清香，茶叶中的茶多酚可以有效地去除猪肚里面的腥臭味，而且茶叶还有很好的摩擦力，比食盐、面粉要好很多。用茶叶搓洗过的猪肚带着淡淡的茶香味。看到这里，很多朋友不明白了，为什么我们洗猪肚的时候要加入食用油？因为猪肚的表面有很多的褶皱，这些褶皱里容易藏很多脏东西，不好清洗。加入食用油以后，可以润滑猪肚，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把猪肚里面的脏东西清洗掉。像我这样用发财的小胖手不停地抓洗猪肚，上面的粘液已经清洗的差不多了。最后加入温水，多淘洗2遍，把上面的茶叶和一些粘液清洗掉就可以。不怕麻烦的朋友，咱们最后还可以用刀刮一刮，刮掉上面残留的粘液，最后把猪肚清洗干净即可。好了，像这样咱们的猪肚就已经清洗干净了。大家看一下过程是不是特别的简单，比你用面粉用盐效果都要好。洗好的猪肚干净洁白又透亮，带着淡淡的茶叶清香味，一点腥臭味都没有。咱们可以用来煲汤、炖着吃、炒着吃都可以。尤其是现在天冷了，给家人做一个猪肚汤，非常的不错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，记得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观看。我们家从来不吃路边摊的烤肠，因为实在不放心，所以我家常备皇家小虎的烤肠。它有原味、黑椒和玉米3种口味，每袋有足足的500克，分量真的超大，不用解冻，直接空气炸锅，180度10分钟就行。也可以解冻后用平底锅煎上几分钟，里面都是满满的肉粒，一口下去皮脆弹牙，满口肉质，真的特别香，小孩子特别爱吃。每天吃饭的时候总是离不开这种特别好吃的下饭小菜，就算是当做小零食也特别合适。它是开盖即食的，配料表很干净，吃起来又脆又嫩又爽口，有香辣和麻辣2种口味，一口一个麻辣爽口，嘎嘣脆，肉质饱满，吃起来特别过瘾，拿来喝粥或者下饭都特好吃。冬天要多喝羊肉汤，60年羊肉馆老师傅教你羊肉汤的正宗做法。汤白似奶无腥味，老一辈传统做法无添加。首先，咱们在买羊肉的时候要选择2年以上的优质山羊，2年以上的老山羊蛋白质含量高，羊肉脂肪低，肉质更加的鲜美。这样的羊肉在我们本地卖30块钱一斤。首先，咱们把羊肉切成小块，再准备一点羊棒骨，这样的羊棒骨是3块钱一斤，可以让老板帮你剁开，熬的时候里面的骨髓和香味更容易出来。想要熬出来的羊肉汤味道不腥，第一步很重要，先加入30度左右的温水，放一旁浸泡1个小时以上。1个小时以后，羊肉和羊棒骨已经泡出了很多血水啦，然后把水倒掉，用流动的清水多清洗几遍。接下来，我们把清洗干净的羊棒骨和羊肉冷水下锅，向里面加入适量白酒，白酒可以更好的去除羊肉的腥膻味。然后开大火，先把锅中的水烧开，随着锅中的水温慢慢的升高，这个时候表面会有一些浮沫，这些都是血水形成的，膻味很大。如果不把它撇干净，炖出来的羊肉汤不会浓白，味道也不会很香。焯水的时间控制在5到6分钟，这会锅中的浮沫已经全部打干净了。然后把羊肉和羊棒骨趁热捞出来，用热水清洗2遍，把表面的浮沫和一些残渣清洗干净。这里一定要用热水，冷水会让羊肉肉质收缩。
吃起来特别容易塞牙，影响口感。接下来咱们来准备炖羊肉汤的食材，准备3个姜片，少许大葱，3个白芷。白芷本身的辛辣特点不仅可以中和羊肉的膻味，还可以使羊肉汤味道更清香纯正。再把羊肉和羊棒骨开水下锅，加入葱姜、白芷。羊肉馆大锅煮羊肉都是不用盖锅盖的，咱们尽量选择1口大锅，水量呢要一次性加足，不用盖锅盖，可以让羊肉中的腥膻味挥发出来。俗话说大火煮白，小火煮青，咱们在家里炖羊肉汤要全程保持大火。趁着煮羊肉的时间，我们来准备一些配菜。1把洗干净的蒜苗切成蒜苗花，真正好喝的羊肉汤一定要搭配上一些蒜苗花，这样羊肉汤才更正宗。准备一些油豆腐，切成2瓣，这样油豆腐可以吸足更多的汤汁。先装入盘子里。娃娃菜味道鲜甜，可以增加羊肉汤的鲜味。买羊肉的时候，老板还送了我一些羊血，我们把它切成薄薄的片状。煮羊肉的时间可以根据羊肉的年龄来决定，2年以上的山羊，咱们煮90分钟就可以了。大家看一下，咱们大火猛煮出来的羊肉，汤汁非常的浓白鲜香，像牛奶一样。羊肉中的脂肪已经全部被乳化了，筷子插一下，可以把羊肉轻轻插透就可以。然后趁热把羊肉切成3厘米左右的厚片，这样大口吃肉，大口喝汤，更加的美味过瘾。全部切好后，先装入盘子里，准备一个保温的砂锅，加上泡好的粉丝、娃娃菜、油豆腐和鸭血，还有切好的羊肉也全部加进来，最后倒入煮羊肉的浓汤。传统的做法是需要加点白颜色的食盐，白颜色的胡椒粉调味，开大火把锅中的配菜煮熟，一锅热气腾腾的正宗羊肉汤就做好了。出锅前撒上提味的蒜苗，蒜苗鲜辣的味道和羊肉汤鲜美的味道融合在一起，喝上一口真的太鲜美了。羊肉软烂入味，汤白似奶无膻味，原汁原味，营养高。寒冷的冬天，外面雪花飘飘，在屋里喝上这样一碗羊肉汤，真的是好暖和，大人小孩都爱吃。喜欢的你就收藏起来试试吧，可以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观看。冬天孩子上学早餐不知道吃什么，那就试试这个火腿鸡蛋饼。碗中打4个鸡蛋，放点胡萝卜丁、葱花和火腿丁，少许食盐，朝着太阳的方向搅拌均匀。平底锅预热，倒入1勺鸡蛋液，给孩子吃。我选这个手抓饼，不含反式脂肪酸，配料表干干净净，吃起来更健康。放到鸡蛋上面煎至定型后翻面，把饼烙熟后挤上番茄酱，再对折起来就好了。这样做的早餐饼简单快速，营养好吃，小朋友们都喜欢。